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紫薯南瓜包。那我们现在挑南瓜，南瓜怎么要挑个老的？那老的除了外面比较青绿以外呢，要注意那个有的很黄的地方，越黄呢代表它越老。那我对比一下，有一些可能都是嫩一点的，好像这个不太黄或者比较青的，这个比较嫩的啊。然后我们来挑紫番薯啊，紫番薯很特别，同其他番薯有点不同，它呢很容易坏。坏呢就有细菌的有腐蚀它有股味，那虫香味，我们用闻一闻它，假如有味道那个不要。我们呢要结实啊，同时要没有那个虫香那个味道，那就好了。现在这些材料，首先呢就是这个南瓜是小南瓜，要叫妈妈瓜，以前呢叫日本南瓜。这个紫番薯啊，没去皮以前是这样的，刮了皮就是这个样子。那粉呢有3种，这个是粘米粉，这是糯米粉，这个层面。那糖有2份，一份呢给皮用的，一份给馅料用的。油也是一样，2份，一个是给皮用的，一个是馅用的。这个板栗这个馅，还有小红枣，还有那个空培子，就是那么多材料，很简单。现在去掉皮啊，那个番薯现在切片呢切薄一点，容易蒸熟啊，容易烂。现在我们切呢也把它摊平它，不要堆在一起，就容易熟一点。那现在呢就切完了，切完我们拿去蒸多长时间呢？大概15、16分钟左右吧。那蒸好了。正好呢，我们拿出来呢，我们要把多余的水分把它搞掉啊，那多余的水分不要。然后我们把它倒到一个大的盆里面去，就把它搞烂它。搞烂方法呢，可以用到调羹啊，就是那么按就可以很容易搞碎它的。搞烂的变成泥，也可以用工具，你看用这个工具更快了啊！把它碾压，一定要趁热啊，趁热容易搞，冷掉不好搞。我们现在放的糖进去，也是在热的情况下放糖啊，那个糖容易溶掉，把它搞匀它，把它和匀它就行了。搅拌完呢，要把它把它擦油倒进去，我们搅拌。我们也把它板栗那个馅要搞进去，板栗馅呢把它把它搅拌，把它充分的搞匀它就行了。搞匀以后呢，它那个馅比较稀，不好用啊，还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，大概1个小时。那个馅呢，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冰了1个小时，我们把它分成1个剂子，大概一个呢是22克左右啊。我们称一称比较准一些啊，每个的大小差不多22到23克左右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搓圆，它排在碟子上面，这样分啊。好了，分完了，大概12个也拿回冰箱里面去，等它变硬一点好用。现在切南瓜呢，我们先开始小小的切开来，切成一大块以后呢去皮，那个皮呢可以不要切得太干净，大概把它切好就行了，留下一点点没问题啊。那个皮很能吃的，那个皮也很薄，这种南瓜的皮可以吃，其他不行。我们切成片片，切薄一点薄一点容易熟。那切完以后呢，我们拿去蒸多长时间呢？大概蒸16到18分钟就可以了。
这南瓜蒸完以后，我们拿出来以后呢，就把那个水多余的水把它搞掉啊，虽然一点点很重要，把它搞掉。现在倒这个大盆里面去，用调羹把它压成泥啊，也比较容易搞的。那把这糖趁热的时候把那糖放到里面去，油也把它放进去。我们会用那个调羹来挤压，因为蒸烂以后呢都比较好搞的。假如呢有工具那更好了，假如这个工具呢压那么一回就压好了，把它搞匀啊，搞匀以后呢，这南瓜泥做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把3种粉把它混合在一起，就比较好用了。刚才3种粉就是粘米粉、糯米粉同澄面啊，这3种把它混合在一起，变成叫混合粉，搞匀它3种粉。这南瓜泥啊，趁热的时候啊，把这粉搞进去，不要它放凉以后再搞进去啊。要热的时候，所以尽快把这粉搞进去。粉呢就分几次，3到4次啊，来加进去，不全部放进去不好啊，不容易和得匀。你看，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呢，要放第2次粉，这样连续来做，大概3到4次加粉啊，就容易把它和得好一点，快一点。均匀一点，就是搅拌压一下，搅拌压一下就行了。搅拌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手来按了啊，调羹不要了，用手来按。按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在盆里面呢不好操作了，我们就转那个板上面了，板容易操作啊。所以先用调羹来和面，以后用手来挤压，挤压就转到就案板上来做啊，要分3步。现在我看主要看那水分啊，我这个配方呢，我记得试过几次都很好的，就是粉同南瓜的比例是很恰当的。你看我们拆啊，这样的拆和成很纯滑的面团啊。不要加水啊！假如各种南瓜的含水量不一样啊，可能你比较硬的面团比较硬呢，就没问题了；比较软的就加多一点点糯米粉啊。你看我现在呢一点都不要加水，也不要加粉啊，正好那样和成比较纯滑的面团以后呢，我们得把它分成几个等份啊。这3等份呢，我们1开3，用秤称一下啊，就比较好一点啊。不好呢就平衡一下啊，还可以啊，差不多。我们把它搓圆它，搓成圆柱形啊。以后呢，我们做12个嘛，所以呢，每一块呢就分4个剂子啊，分4个剂子。那3个不是12个嘛，是吧？分4等份，分4等份它好分的，开2再开2就是4啊，这个也是把它搓圆啊。好了，分成12等份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搓圆，按扁它，搓圆它，按扁它。现在做包子再把刚才那个每个剂子呢，把它按扁它，搓成个窝状，就中间厚，旁边薄啊，中间就放了一个线放进去，以后放在虎口，你看放在虎口，慢慢往中间收，就是把它口子捏紧它就行了。那收口呢，向下啊，记得向下。以后呢，我们再搓圆一点点。压上像空培子就行了。你看拿那个剂子以后呢，就像窝状啊，
旁边薄，中间厚啊，一个窝形。这放一个线，放一个力，放进中间，放在虎口上面呢，往里收，往里收，把它收成一个口子，一收窄它就行了。以后捏紧它，捏紧它以后呢，那个收口要往下啊，要再搓圆一点点，压上空培子，那就完成了啊，这个包子。还有呢，就是做形啊，搓一下再搓高点，因为蒸完以后呢会扁一点。我们现在呢，之前呢把它搓高点，往上面提一提啊，高点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压花纹，那南瓜也是花纹呢，我们也压多少条线呢？大概6条线就好了。你看对等压2条，这个再分3条。一共是6条线啊，你们分好一点就行了。一般用牙签也行，用那个串销那个竹签也行啊，你随便。压完以后，上面压上一个小红枣啊，通通压上个小红枣，人都排好了，都做好了。做好呢，我们拿去蒸了。蒸多长时间呢？大概12分钟就行了。那我们这个锅呢，就可以刚刚排12个，所以我的设计是12个。假如你做的太多呢，你可能要分两次了。那蒸完了，我们拿出来又晾一会啊，大概是晾5分钟左右才拿出来好一点。我有4个温馨提示啊。第一个呢，南瓜同那个紫薯蒸完以后呢，要把多余的水分倒掉。第二个呢，各种南瓜的含水量不同，所以你发现面团比较软的情况下呢，你要多加一点点的糯米粉来调整。假如正好就不要加了。第3个呢，就是那个紫薯做完紫薯馅以后，我们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，把它变硬才好用。第4呢，南瓜泥趁热的时候加那个混合粉是最恰当的。这个紫薯南瓜包做完了，非常好看，也很好吃，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。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留言给我，我会答复你们的。希望你们订阅同关注我其他视频，再见。